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超級巨大的議題，而且我保證這絕對會徹底顛覆你的常識。其實呢，我們現代人常常有一個很大的錯覺，當我們聽到能源轉型這4個字的時候，腦袋裡浮現的畫面大概就是把一台吃汽油的發電機換成一塊閃閃發亮的太陽能板，對嗎？或者就是把馬路上的燃油車全部換成電動車。我們總以為這不就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替換或是工程問題嗎？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覺。能源轉型從來就不只是換一種燃料這麼簡單，它其實是一場極度深刻，甚至會牽動全世界權力結構的社會重組。今天的知識拆解，我會帶你從一個你可能從沒想過的全新維度，看透能源背後的殘酷真相。準備好你的思緒，我們要開始了。今天這場知識拆解，我們會走過6個關鍵的里程碑。第一，我們會先重新定義什麼是能源人文學。第二，來聊聊人類是怎麼成為所謂的一之神明的。第三，揭開能源轉型背後的殘酷真相。第四，從歷史借鏡，看看動力與階級的關係。第五，探討化石燃料跟現在的民粹政治到底有什麼糾葛。最後第6點，我們要把焦點拉回台灣，看看我們未來的能源抉擇。重點來嘍，進入我們的第一部分，重新定義能源人文學。我們必須先引入一個非常關鍵，甚至有點破壞性的核心概念。多倫多大學的 Imre Sysman 教授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說，能源絕對不只是工程師畫在設計圖上的冰冷參數，也不只是財務報表上面的一項支出。能源其實是形塑我們現代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硬型架構師。這就帶出了一個很酷的新興學科，叫做能源人文學。簡單來說，這門學科專門研究能源是怎麼深刻地塑造我們的文化、社會階級、政治形態，甚至是我們的個人認同。大家稍微想一下哦，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擁有自己的汽車就等於擁有了自由？為什麼我們城市的設計永遠是圍繞着車道，而不是圍繞着行人？其實這就是能源在背後默默操控的價值觀啦。所以當我們試圖從石油時代跨入太陽能時代的時候，我們改變的真的不只是發電廠裡的那些硬體設備，這本質上是一場極度政治化的權力重分配。誰能掌握新的能源系統，誰就有權利定義人類的未來，而誰又會在這個新世界中失去影響力，甚至被邊緣化。這才是能源轉型背後真正刀光劍影的戰場。接着進入第2部分，人類成為一之神明。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要來談談化石燃料到底對我們的大腦做了什麼改變。化石燃料不僅僅是驅動了冷冰冰的機器，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心理狀態，甚至重新定義了我們對個人主義的想象。早在1930年代的時候，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就提出了一個非常精準、非常生動的概念，他稱人類為一之神明。弗洛伊德觀察到，借助着現代科技和強大的化石動力，我們人類脆弱的肉體突然擁有了宛如童話故事中神仙般的魔力。大家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在沒有引擎的年代，人類移動速度的極限最多就是騎馬，對吧？但突然之間，只要你輕輕踩下油門，我們就能以時速10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狂飆。我們可以坐上飛機，幾個小時就跨越浩瀚的太平洋。我們甚至可以透過一根電話線，聽到千里之外的聲音。化石燃料賦予了我們凡人肉體根本無法企及的巨大力量，讓我們這些平凡人在裝上了科技的義肢之後，瞬間體驗到了成為半神的極致快感。真的，我們人類對能源有着無窮無盡的渴望，就是因為這種龐大的能量輸入，讓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無所不能的獨立個體。這種深層的心理轉變，直接綁定了我們現代人對於自由的極度癡迷。我們想要擁有自己的汽車，我們想要住在擁有寬闊車道、漂亮草皮的郊區，我們更渴望那種永無止境的經濟成長。其實啊，你仔細看整個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根本就是建立在這種必須不斷消耗更多能源的基礎之上。我們害怕經濟停滯，我們恐懼失去力量。這一系的底層驅動力，說穿了，都是因為我們早就習慣了化石燃料帶給我們的神明體驗。一旦這種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受到一丁點威脅，我們就會產生極大的心理恐慌。第3部分，能源轉型的殘酷真相。我們繼續聊下去。
當我們帶着這種神明般的渴望來面對現實的時候，數據會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殘酷的真相，這絕對是一個會打破無數環保幻想的硬核歷史事實。根據歷史數據統計顯示，從1930年到現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全人類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整整暴增了5到6倍。而且最驚人的一點是，我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轉型或是替代過任何一次能源。從過去砍伐木材，到挖掘煤炭，再到開採石油、天然氣，甚至到現在我們拼命建置了太陽能和風能，人類的行為模式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疊加。我們根本沒有拋棄化石燃料啊，我們只是貪婪地把新發現的乾淨能源不斷往舊有的化石燃料上面堆疊上去，導致整體的能源消耗總量呈現出一條永遠在往上狂飆的曲線。也就是說，我們只是用了更多的能源，根本沒有發生過實質意義上的替代。學術界把這種現象稱為能源深化，這意味着整個社會對於能源的依賴是不斷在加碼的。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的實體世界早就被化石燃料給徹底綁架了。大家仔細想想看，全台灣那龐大的高速公路網，那些遠離市中心必須依賴汽車通勤的郊區住宅，甚至是以鋼筋水泥為主體的巨大都市建築，這些基礎設施的底層邏輯，全都是為了石油時代量身打造的。就算你今天在每一棟房子的屋頂上都塞滿了太陽能板，你明天早上依然要開着車在高速公路上賽車通勤，對吧？水泥城市的熱島效應依然需要超級大量的冷氣來降溫。新的能源來源充其量只是增加了我們揮霍的額度，卻完全無法輕易取代已經深植於社會骨髓、固化成鋼筋水泥的化石燃料結構。這就是能源深化最可怕的地方。第4部分：歷史借鏡、動力與階級。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明白了心理學上的渴望，也看到了數據上從未發生過實質替代的殘酷現實。現在我們把視角切換到歷史維度，讓我們回到工業革命時期，因為這段歷史會向你證明一件事：人類選擇某種能源，往往根本不是因為它在工程上比較有效率，而是為了奪取政治權力與控制勞工。瑞典的歷史學家 Andreas Malm 就提出了一個非常犀利的理論，他深度分析了早期的水力磨坊以及後來燒煤炭的蒸汽機。傳統的水力磨坊必須建在有水流的大自然環境裡，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工廠必須配合村落的位置啊。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勞工其實擁有相當大程度的自主權，因為資本家不可能把河流打包帶走，所以勞資雙方維持着一種微妙的平衡。但是，資本家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全面轉向煤炭？其實，在當時，煤炭沒有比水力便宜哦，甚至成本還更高。真正的核心原因是，煤炭賦予了動力一種前所未有的移動性。資本家終於可以把蒸汽機全部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裡，這樣一來，他們就能輕易地控制和剝削大量從鄉村湧入、缺乏專業技能的底層勞工。你不做，外面還有一大堆人排隊等着做。所以，選擇煤炭本質上根本不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它是一場控制階級與勞動力的戰略布局。另外一位學者 Timothy Mitchell 在他的名著《碳民主》裡面進一步拆解了這個權力遊戲。他發現，後來從煤炭轉移到石油的過程，同樣是無聲無息地瓦解了勞工階級的政治籌碼。在煤炭時代，煤礦工人只要一個不爽，就可以用肉身堵住礦坑口，或是直接癱瘓運煤的鐵路。這是一種極具畫面感的實體抗爭。只要工人一罷工，就能瞬間截斷國家的能源命脈，借此向政府爭取勞工權益。但是石油呢？大家想想，石油是在地下幾十公尺深的管線裡面無聲無息的流動，甚至跨洋運輸也是依靠高度自動化的巨型油輪。勞工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以物理上堵住的破口。石油管線系統的大幅自動化，直接削弱了勞動階層對抗資本體制的談判能力。這就是能源背後隱藏的強大整治殺傷力。第5部分：化石燃料與民粹政治。重點來了。理解了歷史上的階級控制之後，我們把目光拉回現代的地緣政治，你就會立刻看懂為什麼當今全球各地的右翼政治運動會如此瘋狂，甚至死心塌地與化石燃料綁定在一起。
我們可以非常客觀地來拆解兩個現象，一個是美國川普陣營很愛喊的"鑽吧，報備，用力鑽"這種口號，另一個是加拿大爆發的自有車隊卡車司機抗議事件。在這些政治運動當中，石油和煤炭早就超越了經濟產品的範疇，他們被成功塑造成一種強而有力的文化符號。說真的，大家想想看，為什麼太陽能或風能常常被這些群體嘲笑為軟弱或是不切實際？因為在他們的敘事邏輯裡，化石燃料代表的是傳統的男子氣概，代表了那種人定勝天的力量感、極致的個人主義，以及對抗現有精英體制的強烈反叛精神。對他們來說，開採石油、開着轟隆隆耗油的大卡車，就是在捍衛某種傳統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強烈身份認同的展現，已經完全脫離了純粹的市場供需邏輯。能源在這裡完完全全變成了文化戰爭的武器。在加拿大，这種現象甚至演變成了一套非常有意思的論述。他們發明了一個詞，叫做“道德石油”。右翼團體成功地將加拿大本土開採的化石燃料包裝成具有道德優越感的國家遺產。他們的主張聽起來很有邏輯哦。他們說，反正世界總是需要石油的，那麼與其向人權記錄不佳的獨裁國家購買石油，不如使用我們加拿大自己開採的完全符合勞工法規的道德石油。其實啊，這是一個極度聰明、非常高竿的政治轉化。這種論述直接把能源的爭論從科學上的碳排放量，巧妙地轉移到了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的層次。在這種敘事下，為石油產業辯護、抵抗環保政策，就不再是被視為破壞地球的壞人，反而等同於在保衛國家的尊嚴與核心價值。這是一種極其強大的政治動員工具，讓無數的民眾心甘情願地站出來為化石燃料產業背書。就像 Simon 教授非常精闢的總結，他說，能源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是一個關於意義、權力和想象力的問題。這些席捲全球的民粹運動，活生生地向我們證明了一件事：圍繞着石油所展開的鬥爭，本質上就是一場搶奪文化詮釋權的戰爭。他們爭論的焦點根本不是市場經濟的效率，也不是哪一種發電方式比較便宜。他們真正在乎、在爭論的是，到底誰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確的，誰的價值觀應該主導未來。這完完全全是一場披着能源外衣的社會認同之戰。第六部分，台灣的未來能源抉擇。我們繼續聊下去。前面看了這麼多全球的歷史與理論，現在身為台灣人，我們必須要把這些硬核的底層邏輯直接應用回我們台灣自己所面臨的殘酷現實。其實啊，台灣的能源處境絕對比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還要複雜且嚴峻。我們來系統化的裁解一下台灣目前面臨的4大能源壓力。第一，我們必須維持被稱為西盾的半導體產業。大家要知道，以台積電為首的先進製程是維持台灣地緣政治安全的絕對關鍵，而像極紫外光、曝光機這種尖端設備，每一台都是不折不扣的吃電怪獸，這需要極度龐大且絕對不允許中斷的機載電力供給。第二，全球現在正迎來人工智能 AI 的狂飆期，各種大型語言模型背後的瘋狂運算，讓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呈現指數型的爆炸成長。台灣作為全球 AI 硬體的製造核心，我們也正迎來用電量直線飆升的恐怖階段。第三，在如此龐大的供電壓力之下，台灣社會目前正經歷着是否重啟核能的激烈公共辯論。這是一個深陷僵局的政治挑戰，一方擔憂核能的絕對安全與廢料處理問題，另一方則是焦慮於現實中迫在眉睫的電力缺口。這個爭議可以說徹底考驗着我們社會凝聚共識的能力。最後第四點，我們身處地緣政治的火藥庫，台灣有高達97%以上的能源依賴進口，天然氣的安全儲備天數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時無刻不面臨着海上供應鏈可能被封鎖或中斷的致命風險。這4大壓力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極限平衡。這絕對不是單純蓋幾座發電廠或是買幾塊太陽能板就能解決的問題。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面對如此艱困的局面，我們必須認清一個無情的現實：在台灣，如果我們只是單純花大錢採購更多的太陽能板，或是插滿風力發電機，絕對不足以解決我們的根本困境。
真正的能源轉型，如果不伴隨着我們對現代社會運作方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個人行為的徹底改變，那終究只是一場自我安慰的空談。我們必須在政治決策上落實更廣泛、更深度的民主溝通，並且從根本上顛覆個人對於無止境消耗能源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心態。這意味着我們可能必須重新思考都市規劃，改變我們對無止境經濟成長的單一迷思，甚至我們得重新定義什麼才是所謂的理想生活。這是一場從文化到制度的深層革命，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身處在這場革命的風暴之中。透過今天這次的知識拆解，我希望帶給你一個全新的維度去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希望用我們的能源去建造一個什麼樣的未來？這不僅僅是決定我們要點亮多少盞燈，而是決定我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能源從來不只是發電技術或經濟賬本，它是形塑我們文化、權力與社會階級的隱形架構。從弗洛伊德的意知神明心理學到化石燃料引發的民粹文化戰，歷史證明，能源選擇往往出於政治控制，而非純粹效率。面對台灣半導體與 AI 的龐大耗能挑戰，真正的能源轉型不能只靠採購太陽能板，更需要我們徹底顛覆對現代生活與社會制度的想象。這是一場關乎未來的深刻革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